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这一集是小李哥2025年剪辑的第一部影片，也刚好是我频道成立的第100部影片。小李哥特别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也祝自己拿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。现在呢，我们还是个小频道，但是小李哥会继续努力，创造更多实用的装修影片，也请大家继续支持哦。今天我们就继续去年底的2部影片，再深入一点来探讨装修分工的话题。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，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我们现在从技术和专业的角度来聊聊装修分工这个话题。在华人的文化当中，装修师傅很喜欢夸耀个人的能力，装修师傅都喜欢和客人大力的宣传自己什么项目都能干，什么项目都专长。师傅会有这个习惯，自然是因为华人的客户也特别喜欢这一位。大家只要遇到家里要装修，每个人都希望可以省心一点，最好可以只面对一位师傅或是一个单一窗口，这样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。说起来，这个心态其实也没有错啦。所以呢，在加拿大才有所谓的 constructor 这项专业。我们帮客人把项目整合出来，安排好时间，再交给每一项的专业师傅去完成。说到这里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哦。小李哥是说，任何一样工程都是由每一位的专业师傅通力合作的结果。您可以期待找到一个专业的 constructor 来帮你整合所有的工作，但是呢，不是找一个万能的装修师傅来帮你做所有的工作。小李哥遇过形形色色的师傅比较多，有一点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，一个万能的师傅就是万事都不专。强调个人能力的师傅，工作表现的起伏一定都会很大，因为大家都不是超人嘛，太多的个人因素都会影响工作的表现。所以呢，一个真正专业科学化的分工，就是要尽量把施工的流程标准化，步骤简单化，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对工程品质的影响。你可以这样理解啦，就是每一位师傅都会有个小目标，只要集合大家这个小目标，就可以完成一个施工的大目标。每个人想要照顾好自己的小目标，一定都是比较简单的，也不容易发生失误。而且呢，现代房屋的新材料、新设备越来越多， Building Code 的规定也是几乎每年都更新。一个师傅想要十项全能，也越来越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小李哥说这些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新一下想法，找一家能够重视法规、标准、流程和专业分工的 constructor 来为自己规划装修工程，才能确保您的施工品质还有交工的日期，也更能保障自己的权益。至于面对那些夸夸其谈，把自己的技术能力追上天，在什么条件下都能答应您开工的师傅，大家应该要更小心谨慎。找这样的师傅，装修翻车的可能性还真的不小。我们这部影片的标题讲到隔墙嘛，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怎么隔一片墙，再从工程安排的角度来聊聊装修分工的合理性。加拿大最常用的是木结构的轻质隔间墙。做轻隔间墙的第一步，当然是要做好木结构的隔架。定好木隔架之后，第二步就是要在隔架内完成电路、水路、管道的 rough in， 也就是把电路、水管和排风管都预制好。第三步呢，就是安装 insulation 和灰板。所谓的 insulation 就是保温棉或是隔音棉。当然，如果是室内墙，就不用安装保温棉。至于说要不要装隔音棉，这完全看使用上的需要。其实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，一般家庭的室内房间是不需要安装到隔音棉的。安装完灰板之后，第四步就是要把灰板培训好。用台湾的说法就是补土和打磨啦。一般补土要补2到3层，经过补土和打磨，新做的墙面就会变得比较光滑平整，这样就可以准备油漆啦。所以第5步就是油漆的工作。如果有需要呢，墙上还要安装门和窗户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先装好门窗，再完成油漆。
这样做完的作品会更加的完美。有了步骤，就有我们接下来的分工啦。第一步呢，做木格架，这当然就是结构木工 Framer 来做。第二步呢，做水电，那就轮到了电工、水工和管道工。第三步呢，要封墙板，这就交给了 Drywaller。在墙磨平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工程交给门窗师傅和油漆师傅。您发现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在分工上，做结构的师傅和封墙板的师傅是分开的两拨人，因为这两项工程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并不是连续的。这两项工程的中间还加了水工、电工或是管道工。如果呢，像台湾的分工习惯，格架和封板都是由木工来做，那做完格架之后，就是一定要再等一阵子，木工才能再返工。这样的施工流程在加拿大就会显得十分的没效率，因为在加拿大，有时我们不只是要等其他的师傅施工完，我们还要等政府机关的 inspection， 这是没有办法预先定好日期的，也就是没有办法预先知道返工的时间。木工师傅也不会傻傻的等工作，他一定会先去接其他的工程嘛。所以呢，你只能等他手上的工程完工了之后才能来返工。这样你等我，我等你，工期自然就遥遥无期的拖下去啦。所以呢，我们直接换灰板师傅来把封墙板的工作给接下去，这样的工期安排会更顺畅一些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封完灰板之后，通常还是要等门窗的安装，也可能还会再有一次的市政府 inspection。所以呢，我们后面再换一组人马，由油漆师傅再接手来收尾，这样的工程安排会更有效率。所谓的 City Permit 就是在装修开工之前，我们先向市政府提出一个申请，市政府会结合客户的申请项目还有现有的法规，定好一些施工标准，他也会发给我们一份开工的许可。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，政府呢会在规定的施工节点派专员来检查，我们在最后完工之后也会有一次 Final Inspection。 我们在通过所有的检查之后，政府就会发给我们一份完工证明。其实呢，所谓的 permit 并不只有一份，它有分为电工的 permit、水工的 permit、瓦斯工的 permit， 还有呢和房屋结构相关的 building permit。 市政府对于哪些工程要申请 permit 是有明确要求的，如果呢不依照规定来申请，市政府就有权利强制你的工地停工，并且还会连续的罚款，或是呢会要求你拆除恢复原貌。所以呢，我们与其讨论要不要申请 permit， 我们还不如来聊聊做哪些工程一定要申请 permit。 复杂的规定呢，小李哥也没办法一一说啦，我只能用尽量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大家。其实呢，规定最严格的就是瓦斯相关的工作，除了日常的维修，其他所有的工作，小到要换一个瓦斯炉，大到要申请新增瓦斯表，都要申请 permit。 再来呢，我们说到 building permit。Building permit 是只要房子的结构有变动，分区有改变，比如说你要隔一片墙、拆一片墙，或是你要新增一个合法出租单位，这些都需要经过申请。小李哥最近有一个案例，客户呢想把室内的门加宽，要把室内的门加宽，我们就得要小部分的更动木格架，虽然只有挪动10公分啦，但是呢更动了就是更动了，我们还是要申请 building permit。最后呢，就是水工和电工，这两张的 permit 的规定的逻辑是比较接近的。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，就是只有在更改或是新增在墙里面的电路或水路才需要申请。看起来这范围很小，但是呢，这包括的工程其实很多。比如说我们要加个电灯，要加个插座，都必须要增加回路啊。浴室洗手台我们想要挪个位置，也需要修改进水阀和排水管的出口，这样呢就算是更动水路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反过来说，其实有些看起来相对比较复杂的工作项目，比如说呢，你要更换一个淋浴房，或是翻新一个厨房，只要呢你不改变电和水的出口位置，反而你是不需要申请 permit。 其实政府定下这些申请的要求，本来就不是看工程的大小和价格，而是根据你整个工程对建筑物以及后续居住安全的影响。改变结构会影响房子的强度，这我们都知道。
你改变房子的分区，就是会影响防火逃生。瓦斯的工作如果做不好，可能会导致后续的中毒，还有火灾的风险。然后还有水管和电线，它是封在墙壁里面的，一旦出了问题，你不一定马上能知道。所以政府当然要确定您在安装的时候就是符合国家标准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加拿大就是一个人命关天的社会，政府会插手管的，一定是关系到大家安全的事。刚刚有说到装修 permit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政府的检查。检查呢，依据的标准当然就是建筑法规 Building Code。我们以电工法规 Canadian Electrical Code 来说，各种场所、系统、施工方法到材料的规格，它都有规范。这些密密麻麻的条文加起来有上千页。如果您不是一个专业的电工，想要查一个相关的规定，丢给您一本法规，您可能连翻都翻不到。而且在一场装修的工程当中，虽然必须要申请 permit 的项目可能只是一部分的项目，但是政府的检察员他有权利要求所有的项目都要符合法规。比如说你只是想增加个插座，市政府就可能会检查一下您房子的平面图，检查完了之后，他可能会要求您同时改善一下烟雾警报器这之类的。所以呢，一个师傅对于法规的熟悉度就十分重要了。一个专业有执照的师傅，当然比较能够依照法规来施工。一来，这样比较容易顺利的通过市政府的检查，工程的进行会比较有效率；二来，您的房子的施工会比较有保障。毕竟建筑法规就是依照居住安全这个标准来订定的，我们按照法规做，自然也就是您的安全会比较有保障。但是刚刚小李哥讲过，法规规定的条文密密麻麻，每个工种都有自己的一大本法规，一个人要能够完全熟悉每一本的法规，这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。所以呢，只有做好专业的分工，施工的标准化才不会是空谈。也许我们要能够找到一个技术全面、什么活都能干的师傅，他还不是一件最难的事，而是这样的师傅能不能对法规的规定面面俱到，这可就不好说了。但是呢，您只要在法规的执行上少了一条，您未来房屋的居住安全也就少了一分。这样的风险，想一想，实在是细思极恐。大家心里不觉得毛毛的吗？我们不可否认的说，装修业这一行有很多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我们都不能明说的潜规则。大家是否曾经想过一个问题？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的问题，其实都是这些不能说的潜规则所造成的。小李哥当然知道了，实际的装修不会这么死板，也不是每一场装修呢，我们都会去申请 City Permit。但是呢，遵守规定是一种习惯。受过正规训练、有能力执行 Permit Condition 的师傅，自然也会把这些习惯带到平常的施工里面。师傅在工地实际的工作安排，当然会比理想的状况灵活很多，但是呢，也绝对不会像一个人身兼数职，找一个万能师傅这条路去靠拢。就像一个拳击手上了擂台，我们当然会依照对手去调整打法，但是我们不论怎么调整，也都绝不会打出跆拳道来吧。我打一个连五件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小李哥在频道中和大家分享的每一部影片，都是结合了现在的装修法规，还有工地的一些实务经验，对业主、对师傅都相对公平，而且呢，在技术方面不容易发生问题的方法。我相信装修这个行业要进步，其实是每个行业要进步的话，我们的基本思维和认知一定要先进步。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以及看法，欢迎您在下方留言，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彼此的思维和认知。只要是和装修话题相关的留言，我一定会本人亲自的回复。最后呢，还是要麻烦支持小李哥的朋友们，帮我的影片点个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好朋友。您的一个小动作，
对我持续创作的帮助都非常大。最后祝你平安喜乐，我们下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